70岁以后，真正决定晚年质量的从来不是保健品。老张今年72岁，退休前在国营机械厂做了40多年会计，做事细心严谨，身体素质一直硬朗。退休初期，他体力充沛，20斤大米扛上3楼不喘气，日常买菜做饭、打理家务样样利索，还常年帮儿子接送、照料孙子，生活充实忙碌。等到孙子升入初中，无需日日照看，老张骤然清闲下来。昔日一同下棋闲聊的老伙计，或是迁居外地，或是身体不便，他渐渐没了说话消遣的人，日子愈发孤寂。老张一生节俭，儿女孝顺，常给他添置衣物、营养品都被他数落浪费。唯独面对保健品，他格外舍得花钱。小区门口的健康体验馆每日免费发放鸡蛋、挂面，开设养生讲座，免费测血压号脉。起初老张只为免费礼品，自认精明一辈子绝不会被骗，可架不住工作人员热情亲近，反复宣讲补钙护骨、清血管防脑梗的话术，笃定他缺钙严重，血管有垃圾，不及时养护，极易摔伤致病。久而久之，老张彻底信服，大批量购入钙片、鱼油、蛋白粉等各类保健品，囤积在家中，不听老伴劝阻，坚信这是科学养生。儿女多次劝说这是智商税，他却十分抵触，认为子女不舍得为自己身体投资，儿女无奈只能顺着他。变故发生在一年冬天的雪后傍晚，地面结有薄冰，老张下楼倒垃圾，因走路急促疏于防范，在单元台阶处重重摔倒，当即无法起身，胯骨剧痛难忍。送医检查后确诊股骨胫骨折，也就是老年群体中俗称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。老张年逾70，合并高血压，手术存在风险，长期卧床保守治疗又极易引发各类并发症，家人彻夜斟酌，最终选择手术治疗。此次住院长达42天，手术虽顺利，但术后恢复极为缓慢，老张卧床近1个月才能坐起，首次下地时双腿发软无法站立，需2人搀扶。出院后坐在轮椅上看着熟悉的小区，他沉默不语，性情大变。曾经爱笑健谈、步履轻快的他彻底消沉，极度惧怕再次摔倒，整日久坐沙发，除了吃饭如厕几乎不活动。随之而来的是食欲锐减，体重骤降，半年瘦了19斤，身形干瘪，精神萎靡，邻里探望也不愿多言，时常静坐发呆。老张儿子十分困惑，家中保健品从未间断，父亲无重大重疾，为何身体迅速垮掉？在医生朋友建议下，他带老张前往3甲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，专家通过病史问询、报告核查以及握力、作战、平衡、营养状况等多项基础测试，道出核心问题：你父亲真正缺的不是钙片，是维持身体机能运转的整体能力，这一点单靠食补、吃保健品根本补不回来。这句话戳破了千万家庭的养老养生误区。1. 权威破局，我们的老年养生从根上就偏了。多数人根深蒂固认为，老年体弱就是营养缺失，缺钙补铁补维生素就能强身健体，身体虚弱就需要多锻炼多走路。但现实屡屡印证，大量老人保健品不断进补，依旧难逃病痛跌倒风险，不少老人常年暴走锻炼，反而磨损关节拉伤肌肉，身体素质不升反降。养生认知偏差的核心是大众只关注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等单一指标，只判断身体有无明确病症，却忽略了决定晚年生活质量的核心：身体整体机能储备。第一点，决定晚年质量的是肌肉与平衡，而非基础指标。柳叶刀老年医学一项覆盖12个国家近万名70岁以上老人的10年追踪研究证实，预测老年人寿命与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并非三高数值、癌症、心脏病等慢性病，而是肌少症风险与跌倒风险。简单来说，老人能否健康长寿、生活自理，关键取决于肌肉储备量和身体平衡能力，这是全球老年医学领域的共识。很多人误以为肌肉是年轻人专属，老年人无需练肌肉，这是严重的认知错误。肌肉是人体核心的运动、代谢、内分泌器官，不仅决定肢体力量，还参与全身代谢、免疫调节、血糖管控，直接影响情绪与认知功能。人体肌肉从30岁开始逐年流失，
每年流失 0.5% 至 1%。60岁后流失加速，70岁后进入快速流失期，每10年肌肉量减少 8% 至 10%。不加干预的80岁老人，肌肉量仅剩年轻时的一半甚至更少。国内3甲医院临床数据显示，我国70岁以上社区老人肌少症患病率超 20%，80岁以上高龄老人患病率高达 50%。每2位高龄老人就有1位存在肌肉严重流失问题。第二点，跌倒。老年人的头号隐形杀手，肌肉流失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肢体无力、行走迟缓、平衡失调，最终引发跌倒。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，杀伤力远超大众认知。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全球跌倒预防报告显示，全球每年超68万老人死于跌倒，占全部伤害死亡的1/3以上。我国每年4000万以上老人至少跌倒一次，1/3会出现软组织挫伤、骨折、颅脑损伤等不同程度损伤。其中最凶险的髋部骨折，致命风险并非来自骨折本身，而是长期卧床引发的连锁并发症，包括肺部感染、压疮、深静脉血栓、泌尿系统感染、肌肉费用性萎缩等。数据显示，老年髋部骨折患者1年内死亡率达 20% 至 30%， 能完全恢复至受伤前生活状态的不足1/3。多数老人看似意外摔倒垮掉，实则是长期肌肉流失、机能衰退的必然结果，卧床静养又进一步加速肌肉退化，形成不可逆的恶性循环。充足的肌肉不仅能防跌倒，更能全面守护老年健康。肌肉可分泌多种基因子调节全身代谢，肌肉充足的老人基础代谢稳定，血糖调控能力强，免疫力佳，糖尿病、感染性疾病、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大幅降低。反之，肌肉持续流失会引发代谢紊乱、脂肪堆积、免疫力滑坡、认知衰退，这也是很多老人无重大疾病却身体日渐亏虚、骤然垮掉的根本原因。老张的悲剧正是源于只重进补，不练机能，营养无法转化为肌肉，身体储备彻底耗尽。第3点，老年健康的4大核心标尺。老年医学专家明确，比起保健品数量、每日走路步数4项核心指标，更能精准判定老人健康状态，决定晚年生活质量。第一，身体活动量，70岁以上老人每日累计30分钟中低强度运动，快走、家务、太极均可，判定标准为心跳微快，可正常说话但无法唱歌，无需一次性完成，分次累计即可。第二，抗阻力训练，每周2至3次肌群力量练习，居家握力训练、作战练习、靠墙静蹲、弹力带锻炼均适用。第三，蛋白质摄入，健康老人每日每公斤体重摄入 1.0 至 1.2 克优质蛋白，体弱慢病老人提升至 1.2 至 1.5 克。60公斤老人每日需摄入60至72克蛋白。第四，平衡训练，每周2次单腿站立、脚跟脚尖走等训练，有效降低跌倒风险。70岁以后最容易踩的4个健康陷阱。多数家庭并非不重视老人健康，而是养护方式存在误区，好心办坏事。70岁后4大常见健康陷阱，持续消耗老人身体机能，是晚年健康的最大隐患。第一个坑，跌倒后未动久坐，越歇身体越虚。老张术后终日久坐沙发，畏惧再次摔倒，刻意减少站立、行走与活动，这是绝大多数跌倒老人的通病。临床数据显示，半数以上跌倒老人会产生跌倒恐惧症，刻意静养久坐，误以为能规避风险，实则陷入恶性循环。人体机能遵循用进废退原则，长期不动会加速肌肉流失，平衡能力退化。久坐老人肌肉流失速度是正常活动老人的2至3倍，跌倒风险高出 40% 以上。北京协和医院康复科专家明确，久坐不动是老年人肌肉退化、机能衰退的头号元凶。年轻人卧床1周肌肉流失 1% 至 3%， 本身肌肉储备不足的老人久坐损耗更为严重。除此之外，长期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、心肺功能下降、骨质疏松加重，诱发便秘、血栓、肺部感染，同时加速认知衰退。久坐老人认知退化速度比活动老人快 30%。不少子女过度呵护、包揽所有事务，
不让老人劳作走动，看似孝顺，实则加速老人机能报废。正确养护方式是在安全前提下科学活动。康复初期腿脚不便的老人，可在床上完成踝泵运动，直腿抬高，桥式运动，零风险锻炼下肢，预防血栓。力量恢复后，进行坐位抬腿，轻量举物，作战交替训练，强化下肢力量。行走遵循短距离多次数原则，每日分次累计30分钟，必要时借助手杖，家人陪同，同时改造居家环境，加装扶手，铺设防滑垫，清理杂物，保证采光，从根源规避跌倒风险。记住，适度活动有风险，长期不动风险更大。第二个坑，饮食过度清淡，蛋白质长期缺失。老人要清淡饮食，少油少盐少吃肉，是全民通用的养生认知。很多家庭据此给老人常年素食，白粥配青菜，杜绝肉蛋，妄图防控三高。但现实是，过度清淡的饮食导致60%以上老年住院患者存在营养不良，核心问题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。多数老人每日蛋白摄入量不足，推荐标准的一半。大众最大的误区是将清淡饮食等同于吃素，少营养。真正的清淡是烹饪方式少油、少盐、少精制糖、少辛辣刺激，绝非食材单一，缺失蛋白。蛋白质是肌肉合成、免疫运转、脏器修复的核心原料，长期摄入不足，肌肉无法留存，免疫力持续下降，伤口愈合缓慢，脏器功能衰退，老人浑身乏力，体虚多病，根源大多在此。即便坚持锻炼，缺了蛋白质原料，也无法维持肌肉量。老年营养的核心是清淡且充足。医学推荐标准明确，老人每日保证一个完整鸡蛋，300毫升左右纯牛奶或无糖酸奶，乳糖不耐受可替换舒化奶，每日150至200克瘦肉、鱼虾、去皮禽肉，轮换食用，搭配豆腐、豆浆等豆制品补充植物蛋白。牙口、消化弱的老人可将肉类制成肉末、肉丸，蛋类做成蒸蛋，食材软烂易消化即可。除肾病、痛风等特殊慢病患者需遵医嘱控蛋白外，绝大多数老人无需忌肉。充足的优质蛋白远比极端素食更护身体，切勿让错误的清淡认知恶垮老人身体。第三个坑，只拼睡眠时长，忽视睡眠质量。多数老人和子女评判睡眠好坏只看时长，执着于睡够8小时，时长不足便焦虑失眠，担忧身体。但老年睡眠的核心是质量，而非时长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体睡眠结构会自然变化，深睡眠大幅减少，浅睡眠增多，夜间易醒，晨起早醒，这是正常衰老现象，并非疾病。很多老人夜间卧床7-8个小时，频繁夜醒，睡眠碎片化，有效深睡眠不足1小时，白天昏沉犯困，精神萎靡，这是睡眠质量差的典型表现。长期低质量睡眠会导致免疫力下降，疾病恢复缓慢，记忆力衰退，认知退化，大幅提升老年痴呆风险，同时诱发情绪焦虑、血压、血糖波动，增加心脑血管意外概率。睡眠专家强调，老年人无需强求8小时睡眠，只要白天精神充沛，无疲惫犯困，每日5至6小时睡眠极为正常，提升睡眠质量远比堆砌时长更重要。日常需固定作息时间，早睡早起，不熬夜不赖床，午睡控制在30分钟内，白天多晒太阳，适度活动，调节生物钟，积累轻微疲劳感。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屏幕，杜绝浓茶咖啡，可温水泡脚，听舒缓音乐，打造安静、黑暗、舒适的睡眠环境，建立床只用于睡眠的条件反射。长期严重失眠者切勿自行服用安眠药，需前往正规医院专科就诊，规避药物副作用与跌倒、认知损伤风险。第四个坑，社交封闭，情绪长期压抑。相较于身体误区，情绪与社交的缺失最隐蔽、最致命。很多老人退休后社会身份消失，社交圈骤减，子女忙碌，孙辈长大，常年独处家中，无人交流，无事可做，渐渐自我封闭，情绪低落，滋生无用感与孤独感。多数家庭只关注老人躯体健康，忽视心理状态，殊不知情绪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远超想象。
一项12年千人追踪研究显示，长期孤独、社交孤立的老人认知衰退速度是活跃老人的2倍，抑郁症风险高出3倍，全因死亡率高出 26%， 危害等同于长期每日吸烟。长期负面情绪会让身体处于应激状态，皮质醇持续升高，诱发血压、血糖紊乱、慢性炎症、免疫力崩塌，加速全身机能衰退。临床上诸多老人无重大疾病，却因丧偶、独居、社交缺失，短短数月身体彻底垮掉。养护老人既要养生，更要养心。子女需多陪伴倾听，日常沟通闲聊，定期团聚，给予情绪支撑，主动帮老人重建社交圈，鼓励参与社区活动、老年兴趣班，结交同龄伙伴。耐心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，维系亲友联系，接轨外界生活。避免与世隔绝，若发现老人长期情绪低落、失眠厌食、对万事无感，并非衰老常态，需及时介入心理干预，规避老年抑郁风险。人老后，内心的寄托与陪伴远比补品更养人。3. 长寿老人共有的4个核心好习惯。规避健康误区只能减少损伤。想要延缓衰老、维持晚年活力，需要养成科学的长期生活习惯。临床观察发现，高龄健康、生活自理、精神矍铄的长寿老人普遍坚守4项核心习惯。第一，每年做老年综合评估，不只查基础体检。常规体检仅排查血压、血糖、脏器病变，侧重查有没有病，而70岁以上老人的健康核心是看身体机能好不好。部分老人指标略有异常，但机能完好，生活自理，精神饱满；部分老人指标正常，却肢体无力，行走不稳，认知衰退，生活质量极差。因此，老年医学科建议70岁后每年做一次老年综合评估，全方位排查健康隐患。老年综合评估涵盖躯体、认知、情绪、营养、用药、居家安全等多个维度。核心躯体评估包含握力、步速、平衡能力、生活自理能力4项。男性握力低于28公斤，女性低于18公斤，提示肌肉不足6米，步行速度低于每秒 0.8 米，属于跌倒高风险，同时筛查早期认知下降、营养不良。多重用药风险，该评估可提前发现机能退化隐患，及时干预肌少症、跌倒、痴呆等风险，远比患病后治疗更有效、更划算，是最高级的老年养生方式。第2，坚持脑力输入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大脑同样遵循用进废退原则，长期被动看电视、刷短视频，不动脑，会加速神经细胞退化、认知衰退。神经科学研究证实，大脑终身具备可塑性，晚年持续学习、思考，可不断生成新的神经连接，积累认知储备，有效对抗衰老，大幅降低老年痴呆发病概率，推迟发病时间。所谓脑力训练无需复杂，日常坚持即可。每日半小时阅读、看报，锻炼专注与记忆，培养下棋、书法、绘画、拼图等动脑爱好。主动学习新技能，使用智能手机，学新菜式，练新才艺。全新的学习过程能最大化激活大脑，多与人交流讨论，调动记忆与语言能力，摒弃年纪大不用学东西的误区，拒绝被动消磨时间，每日坚持适度脑力活动，是延缓认知衰老的最佳方式。第3，稳定管控慢性病，拒绝临时抱佛脚。70岁以上老人大多伴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等基础慢病，慢病养护的核心不是根治，而是长期稳定管控。很多老人存在用药误区，身体不适就吃药，指标正常就停药，随意换药，听信保健品替代药物，导致指标反复波动。相较于轻度指标偏高，血压、血糖的剧烈波动对血管、脏器的损伤更大，极易诱发心梗、脑梗、低血糖昏迷等致命风险。科学的慢病管理贵在规律稳定，严格遵医嘱服药，不擅自减停、换药，日常做好指标监测与记录，复诊时供医生参考，定期复查肝肾功、并发症指标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定期梳理所有药物与保健品，规避多重用药的相互作用与副作用。坚决杜绝保健品替代正规药物，
所有宣称根治慢病的保健品均为虚假宣传。子女可协助老人分装药品，设置服药提醒，预约复查，做好全程监督，平稳管控指标，才能守护晚年健康。第四，保留生活掌控感，让老人持续有价值。很多子女过度孝顺，包揽老人所有生活事务，衣食住行全方位照料，不让老人劳作、操心、出力。看似无微不至的供养，实则剥夺了老人的生活掌控感与价值感，让老人产生无用感、累赘感，意志消沉，机能快速退化。知名养老院实验证实，拥有自主生活控制权、可参与简单劳作的老人，精神状态更好，活跃度更高，死亡率显著低于全程被照料、无需操心的老人。晚年的尊严与健康离不开自我价值的实现。真正的孝顺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让老人力所能及参与生活。日常小事让老人自主完成，不全程代劳，分配择菜、收拾家务、浇花等轻松劳作，给予肯定与认可。家庭事务主动征询老人意见，给予尊重。支持老人拥有自己的爱好、社交与生活重心，不绑定子女孙辈生活。心气足，有奔头，被需要，才是晚年最好的养生。4. 写在最后，真正的养老是全方位的托举。醒悟后的老张家人彻底调整了养老方式，他们清理了多余保健品，仅保留医生建议的基础补充剂，不再盲目进补。运动上，陪同老张参与社区老年康复训练，坚持坐站、握力、平衡、八段锦等温和训练，居家日常适度活动，做家务，循序渐进恢复体能。饮食上摒弃极端清淡的误区，每日保证蛋、奶、瘦肉、鱼虾、豆制品的足量摄入，少油少盐，但营养充足，适配老人消化能力，调整食材形态。社交与心理上，帮老张联络老友，参与社区活动，教会他使用智能手机，赋予他家务、记账等力所能及的事物，让他重拾价值感。慢病管理上，规律服药，定期复查，精准监测，稳定身体指标。坚持半年后，老张的状态焕然一新，体重稳步回升，肢体力量、行走速度大幅提升，跌倒风险显著降低，曾经消沉开朗的性情彻底回归，日常买菜遛弯，交友消遣，日子充实有滋味。老张也终于明白，晚年养生不靠补品静养，而靠科学作息、适度活动、充足营养、充实生活。老张的经历是千万家庭养老现状的缩影。长久以来，我们深陷养老误区，一味追求静补静养，忽视身体机能、营养结构、睡眠质量、心理状态的全方位养护。老年最可怕的不是突发疾病自然衰老，而是悄无声息的综合性衰退，肌肉流失、营养缺失、认知退化、情绪孤寂层层叠加，最终击穿健康防线。真正的晚年健康从来不是保健品堆砌出来的，也不是一味静养养出来的，它是一场全方位的长期养护，需要科学的认知、适度的运动、均衡的饮食、优质的睡眠、温暖的陪伴与充实的生活。养老从来不是单纯的物质供养，而是让老人拥有健康的体魄、独立的能力、充实的精神、尊严的生活。衰老无法逆转，但衰老的质量可以自主掌控。摒弃盲目养生误区，把孝心落实到一日三餐、日常陪伴、科学养护的细节中，不用昂贵补品，不用刻意静养，就能让老人稳稳当当、有滋有味地安度晚年。愿每一位老人都能身心康健，老有所乐，在烟火日常中安稳从容地度过余生。